这绝对是我见到过最舒服的雪地露营了。当暴雪已经降临在阿尔卑斯山时，运气爆棚的丽莎竟然真的找到了那间隐藏在雪山深处的废弃小屋。进屋之后，她发现壁炉上面有一层很厚的灰尘，看来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。丽莎猜测这里曾经应该是一个很富有的人打造的，在这方圆500里没人的地方造出这么完整的房屋，难度非常大。如果让你在这里生存3天，只能带3件装备，你会带什么呢？大胆的说出来，我看看谁带的装备最厉害。小屋内的壁炉应该可以使用，她现在需要在大雪中寻找柴火来为小屋供暖。当丽莎准备好柴火走回小屋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开始暗了下来，而气温也在迅速的下降。不过只要将壁炉点燃，小屋内就会迅速升温。在小屋升温的同时，丽莎也来到了外面，开始准备更多的柴。因为她知道克鲁曾经被困在这里，而隔壁就有一个桑拿房，她要准备出更多的柴火备用。现在小屋内的壁炉在熊熊的燃烧，给屋内持续提供着温暖的气息。丽莎回到了屋内，将背包里面的暖色小灯挂在了墙上。简单的装饰过后，这个废弃很久的小屋现在仿佛被再次赋予了新的生命一般。现在外面的雪花在持续的飘落，而且非常寒。而小屋内的壁炉在燃烧，并将屋内的气温提升到了非常舒适的温度。为了能体验一次在雪山深处的桑拿，他先将隔壁小屋的壁炉，这种火墙式的壁炉很快就能让小屋提升到很高的温度。而接下来他要先准备今夜的晚餐了。他先将肉排进行腌制，而调料却非常的简单，只有盐和胡椒。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吃出肉的香味。紧接着，他把锅放在了壁炉的上面，倒入橄榄油之后，就直接把肉排等到肉排煎制全熟之后，他将肉排拿出，再把提前准备好的配菜放在了锅内。而接下来，他就要在雪山之中开始享受丰盛的晚餐了。此时外面温度极低，而丽莎却躲在温暖的小屋里吃着美味的晚餐，这绝对是暴雪天气下最顶级的享受了。晚餐过后，她铺好小床，又给壁炉添加了柴火。她非常享受现在的感觉。躺在床上之后，丽莎突然想到，隔壁的小屋早就已经预热好了。小屋内的温度很高，她利用了干净的白雪替代了水温在了石头上面，产生的蒸汽让她觉得既温暖又舒服。此时的她感觉所有的寒气都离开了她的身体。之后，她回到了温暖的小屋内，虽然外面非常寒冷，但小屋内很暖和，她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毯子就舒服的睡着了。天亮的时候，雪并未停止。当丽莎睁眼时，她竟然看到了最美的雪景。丽莎非常喜欢这里，她决定暂时不走，等雪停之后再继续出发。